我还看过一个案子，我现在想起来哈，我还是觉得说，我妈的，这真的假的，很恶劣啦，我不喜欢啦哈，就是它也是夹层屋，但它的夹层方式超级奇怪，就是它的那个一个房子哦，有个重大的落差哦，重大的落差，因为走进去要走楼梯下去的，好，走一节楼梯下去，好，然后他的生活是被切割成，这很难描述，我第一次看我都吓到哈，就是你走进去 ，OK， 好，你往下走是你的客厅，好，然后你再往下走，这个是你的卧房，好，然后你往上走的话，就是你的另一个卧房，这样子做2房1厅，超级奇怪。它到4.8米哈，可是它就是规划这种我不太懂，好几层3层等级的东西，然后这都没有办法，好像这种格局奇怪的房子哦。就只能趁乱卖掉，就是房地产市场在大热的时候趁乱把它卖掉哦。为什么有的人买房子会亏钱？哦，那会亏钱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该去研究吗？先说结论，不重要哦，不重要。因为有97%的人都赚钱嘛，那你只要知道赚钱的人做什么选择就好，这不是明显比较有意义吗？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终于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前后的心态变化，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有人买房子会亏钱哦？对，就是讲这么刺激的题目哦。现在房市这么热，你信不信？还是有人是赔钱的哦。来，先来看这张图哦，这是乐居网的统计结果，这是他们整理实价登录的结果哦。这个标题就叫房市的赚赔比例，就还是有人赔啊哦，这怎么赔了哦？对，那个绿色的线就是买房赔钱的人，你看它的高峰是从2019开始哦，这个很正常，因为那个时候是 COVID-19 疫情开始哦，那大家人心惶惶，也有很多人开始卖房子啊，乱卖这样。但是你看哦，就算是去年2023这一整年哦，疫情已经过去了，依然出现了1123笔亏损哦。那这些人一定是做什么事情才赔钱嘛？哦，那当然这个占比很小，只占全体的3%，但赔了就是赔了。我相信你也不想要成为那3%的人，所以我帮你分析哦。你要知道，想要买房不赔钱，就要跟着大势走哦，大趋势走。我们一直在强调要跟着大势，那到底什么是大势哦？就顺风啦哦。我知道这样讲很空泛，但我可以举例给你听。例如我们之前有说过，电梯3房就是版本答案。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就是已经习惯有电梯的生活啊。哦，那个住公寓你叫他去住电梯，住个1年，你叫他回去住公寓，你看他要不要？就这样这么明显那80%的人工作的地方都有电梯所以大家都知道电梯很方便，离不开电梯。而3房就是一个小家庭的生活空间。我知道又有人要喷什么2房才是主流，屁！你生小孩子之后，你的2房真的还够用吗？而且2房以这个新规划来讲，你的储物空间真的都很难搞，对，所以3房还是日后的归宿就对了虽然建商毛起来盖2房对，那个3房还是最舒服的生活空间，尤其是你有生小孩子的情况之下你生1个到2个，那个2房真的是不够用的真的不够用。再加你要养只狗、养只猫，完全不够用这里面贼在金价里面贼，那个你是2房的那个预售2房的拥护者，就祝你顺利那我们的判断就是还是3房正3房为主，3房有车位。好，所以有能力的人都会去换到3房电梯那还不太有实力的人还是会去想啊，对啊，所以3房就是这样，就是最多人想买的最多人想买的东西，好，它就最安全，这就是大势。不管它的受众还是这个潜在受众，都是最广的。假设电梯的3房要崩，那一定是等其他的都崩完以后，才轮到电梯3房那我们讲房地产的稳健嘛就是要找这种天都塌下来，还有其他人帮他顶着，你知道，然后我们躲在旁边好，这样就很稳健。好，最后你要知道别人怎么失败并不重要一定有人在想说，那我怎么没去分析买房会赔钱的原因？因为这不重要啊，真的不重要。2023年有买房子，然后有获利的人高达97%呢。那你应该去研究这些人的共性是什么？你去纠结那个3%干嘛？这个不是写论文呢，这个不是创业呢。创业是1%的人赚钱，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1%做什么
那才能让公司在获利的几率更高。可是今天是成功率高达97%的事情，你不应该去纠结这3%失败原因就好。如果你需要，那你就是当故事听听就好。那个我八卦的时候再讲就好。你要我猜的话也可以啊，那大概就买豪宅因为豪宅本来就不是，它就是个特规的市场，那是买一个面子爽度金融操作这边也不方便讲得太明确那就跟一般市场没有关系，跟那个3房一个夫妻一对夫妻再加一个小孩，然后再养一条狗，这种家庭豪宅跟他没关系嘛，就是这样嘛对，那所以它就不是大事那所以你只需要确保2件事情，第一个你就去买未来会有最多人要买的东西我再说一次你就去买，就未来会有最多人想要跟你买的东西所以3房就会比2房还多2房就会比套房还多就是这样，大楼就会比公寓还多大楼就是会比透天还多，因为透天太贵了然后它的生活环境都是一层一层被切开嘛来，第二个有能力长期持有对，现在的政策环境底下，你要确保长期持有了你才去买对吧？大概就是这样。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为什么还是有人买房子会赔钱。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数据那就根据乐居网的统计，其实是去年2023不是说房地产正在疯狂大涨，可是还是有1123笔亏损虽然只占总体的3%，但是你绝对不会希望下一个人就是你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跟着大势走就不会错。电梯3房有它的便利性跟舒适的生活空间就是最安全的、最稳健的资产的选择。我并不是要建议你说你只能买电梯3房3房平车，不是而是要提醒你说买房子就是怎样，跟股票反过来，叫人多的地方赶快去人多的地方赶快去，越多人买的物件你要赔钱就越难说了嘛，就是你要买受众最大潜在受众最大，受众跟潜在受众不一样这正在挑房子的人，他就换屋主，他就要3房嘛然后还没换屋主，可能5年后要换屋的，他也是瞄准3房啊这种东西就很安全。我也提醒你，就不用去纠结这3%的失败原因，还在那边招摇过市，不重要啦那赔钱的3%，他们自己怎么赔，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还去帮他研究对，所以最后我想问你，你有听过什么买房赔钱的案例那他又是发生什么事情未看先猜，那个四姑屋、凶宅，对不对？这种东西就跑出来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想要知道2024买房的版本答案，记得订阅加分享这个频道到你的赖群组、A 片群组也没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我在里面有讲很多不方便公开的房地产八卦欢迎你的加入加的人已经蛮多了开过来赶快加入，我就赚这个好，来讲八卦。那个会赔钱的3%除了事故屋这种东西以外，我个人认为就特殊产品不要碰特殊产品，你就是走最大众化的产品就好。我跟你保证，一定足够你买足够你买，因为你没那么有钱我也没那么有钱，没有人那么有钱那最大众化的产品都数得出来啊。来，第一个都是电梯大楼，以下都是电梯大楼大众产品。来，2房没车位，2房有车位，3房有车位，就这样，就这3个你去挑都很安全那个一定够你买为什么？因为房子要消耗掉的钱真的很大我不相信你的钱够你1年买100间房地产是这样，就是这个市场的钱真的很大，即使你很有钱，你单靠自己1年大概2到3户就非常非常多了，明年可能就要休息了，你没办法说明年要继续再买你有这个实力，你不会买房子你去买土地，我跟你讲好。那你看一个行政区一个行政区的中古价预售，那个都是快1000亿的规模呢。比方说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社区盖出来，那个总销都100亿呢，对吧？这不是一个自然人可以去单挑的市场。比方说有一个家伙，他直接把一个那个建商新的案子全部包下来200多户、400多户，直接一个人买，没办法啦，不会有这种人啊。对啦市场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最好就是怎样去持有大众产品，而不是你那边搞个什么剑走偏锋、艺高人胆大，你去买一些特规的产品。举几个例子来，第一个豪宅，第二个夹层屋
第3个装潢很诡异的东西，第4个产权怪怪的，第5个地点没有未来性。你买到这种东西赔钱几率会大幅上升。产权怪怪的跟地点没有未来性，这个我就不讲了，这应该看字面意思都知道。那说明一下豪宅。豪宅它就不是大众市场，你知道，豪宅你的买方就少，然后豪宅的买方都是谁？都是司法人，都是人安公司在买。现在不是限制司法人购物，所以豪宅就居了。那豪宅它卡太多现金在里面，它就只能赔钱跑出来所以豪宅赔钱的事情，这不是今年才发生好几年了一直都是这样。所以豪宅的买方，除非他买这个豪宅是他其他金融的操作要弄，否则的话，豪宅市场现在就是滞销。你没看到现在这个除了一些豪宅建商以外，大部分都不推这种豪宅案，反而都要毛起来推2房，对不对？然后第2种是超奇怪格局。我刚刚讲的是夹层屋嘛，除了夹层屋以外，还有很多什么手枪房、鸡腿房，怎么有的没的。我觉得夹层屋的破坏力比较夸张，夹层屋就是这样，他卖你这个权状，可是你看妈妈这不是套房的吗？室内才7坪8坪，为什么是2房那就夹层夹层屋这种东西他们大概都只能够靠房地产大热的时候就像现在大热的时候怎样趁乱卖掉，趁乱卖就卖给不太懂的，然后他们就急着上差就会买夹层屋。对啊，这个就是让房地产大涨的时候趁乱才有办法趁乱掉的东西，所以我不建议这个房地产持平这种东西又卖不掉不然就是价格被人家砍得很乱七八糟。夹层屋有的很诡异呢，一般的夹层你在蛋黄，就像信义区有夹层屋我知道那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可是就会有一些超级奇葩的夹层屋，你一看到它再便宜你也不要去碰比方说空中地下室这种东西有看过吗？就是你进这个屋子我们一般讲楼中楼要往上爬楼梯，对不对？往上没有呢，它入口在这边，然后进去之后你要往下走的，超奇怪。空中地下室这就很诡异这种诡异的产品你就最好就不要去碰。我还看过一个案子，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说妈的这真的假的，很恶劣啦，我不喜欢啦就是它也是夹层屋，但它的夹层方式超级奇怪，就是它的那个一个房子有个重大的落差重大的落差，因为走进去要走楼梯下去的走一节楼梯下去然后它的生活是被切割成，这很难描述，我第一次看我都吓到就是你走进去 OK 好，你往下走是你的客厅然后你再往下走，这个是你的卧房然后你往上走的话就是你的另一个卧房，这样子做2房1厅，超级奇怪。它到4.8米可是它就是规划这种我不太懂，好几层3层等级的东西，然后这都没有办法，这种办法好像这种格局奇怪的房子就只能趁乱卖掉，就是房地产市场在大热的时候趁乱把它卖掉人家就说急着上车不得不买，不会去研究的时候，当房地产没那么热，它不用到持平或下跌，它只要没那么热它就卖不掉持平它就跌价，就这样所以我再说明是豪宅案跟那个奇怪的夹层屋格局奇怪的房子，这个都会很容易会让你在游走在赔钱的边缘。尤其是那个空中地下室，那个实在太奇葩了那个你看哪个长辈看了会喜欢？对啊然后再来是装潢很奇异，装潢很奇异这一点也是，就是你看我一直提倡的，就什么 IKEA 风、无印良品风，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大众口味，人家一整个设计部门就是在开发出这个消费者会喜欢，最多消费者会喜欢的风格对啊，那你用抄的就好了你不要那边。装潢很奇异的房子买下来，然后之后要么你打掉或是你装潢都不动，你要把它卖掉很难装潢很奇异，就是那个屋主的口味。我有去看过一个中国风的装潢，就是不太懂，室内挂灯笼的，你知道就真的是古色古香然后说装潢花200多万2房呢装潢花200多万，然后那个天花板也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天花板就是那种有雕花的，我跟你讲那个卖不掉。屋主就是怎样，屋主就说没有，我当初装潢花很多钱所以我现在要叠上去。可是买方就说你这什么东西，我这什么住起来好恐怖就要跟他砍价，然后就僵持就这样。然后那个屋主在卖就很可能赔钱你不要做这种屋主，你知道装潢很奇异，你就是大众口味就好了IKEA 怎么装你就怎么装，那个接受度最高你就是 IKEA 风的房子
就这样哦。不然 IKEA 不受欢迎，不可能啊！你现在周末或平日晚间你去看 IKEA 样品屋，多少人哦跑进去，然后就是要沙发也要坐一下，床也要躺一下，能不能看，然后一直发出赞叹，人家就是喜欢表演给你看，你还不抄？对啊，那你还在那边搞个中国风？不 OK 啦吼，那我再来整理一下哈，最容易翻车的豪宅我们也不讲，因为它并不容易。你要能买豪宅，你的这个秋滚也是很粗哈。最容易翻车就是来奇怪的夹层屋，哦，第二个就是装潢很诡异的东西，好，或是你选了一个你自己超喜欢的工业风，电线什么的都是裸露的，水管都是裸露的，然后被下一手买方嫌的要死，可是你装潢花很多钱，你又舍不得便宜卖，哦，那纠结之下，你很可能还会损失一点钱。大概就是装潢很怪哦，跟那个格局很怪的夹层屋这种东西，对啊，就很容易造成那种3%啊。剩下的我看应该都是事故屋了哦，事故屋啊，遇到就遇到了啊，不然怎么办？哦，就这样跟你分享。影片看完了哦，我是买房阿元哦，我跟你讲哦，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追看女生哦。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哦，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哦，这个房子不能买哦，那个房子适合自住哦，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哦，你先看再说哈，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哦跟追女生很像啊？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哦，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哦。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啊，也都一堆幻想哦，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哦，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哦，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哦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哦。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哦，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那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哦，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哦。但是房子哦，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哦，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抛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哦。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哦，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哦，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哦。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哦，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哦，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啊，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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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啊，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你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
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哦。那自产台北你就加赖。我再说一次哦，高雄的赖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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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哦。那台北的赖是小老鼠 buy 台北哦，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